Hello，大家好，我是 Aldrich，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Aldrich Tech and Game。所以在这一期的 video 呢，我会教你们就是怎样做 cloning。就更仔细来讲是，如果你买一个新的 SSD 还是 hard disk，你要 replace 掉你旧的那个 C drive，就是 Windows drive，你要怎样去 clone，怎样去 BIOS setting，怎样去做 format 这样子。所以什么东西是 cloning 呢？cloning 的意思就是克隆的意思，也有就是 copy and paste 的意思这样子啊。所以，周末我们要 clone drive 呢，就可能你买了新的那个 SSD 还是 hard disk，你要 replace 掉你原本旧的那个 Windows drive，因为它比较慢一点，因为 hard disk 都是比较快的嘛。然后你又懒惰去做 format 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 cloning 哦，就是从你原本的 C drive，它里面包括 Windows 发的东西一模一样 copy 去你新的那个 drive 里面，所以你这个新的 drive 一插下去过后呢，它就可以正常开电脑，你又不用 format 那些，所以就变到没有这样麻烦哦。所以废话不多说，因为我这个 video 它可能会有点长，会有点险，因为我会一边 clone，然后一边跟你们讲你们会遇到的问题啊那些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一下 cloning 它到底是怎样子的。OK，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cloning 这个东西在 Windows 里面它到底是怎样做到啊？所以在 Windows 里面，它自己本身是没有带 cloning 这个 function 的，所以它必须通过一些 third party 的 software 啊才可以 clone。所以现在在我们面前呢，就有 Acronis True Image 跟这个 ECUS 哦。然后除了这两款，就还有什么 Macron Reflect 啊，跟 Aomi 这些 software，还有一个是 Mini Tool。然后我前面提的这四款哦，它们其实都是要付费才可以用 cloning 这个 function 的。But 如果是 Mini Tool 的话，它 cloning 好像是 free 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啦。然后 Acronis True Image 这个我是讲拿到的，就我买一个 XPG 的 SSD 它送的，我在我下一个 video 我会做更详细的解释。然后 ECUS Partition Master 呢，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朋友，我会在我的 video 下面放一个 link，你们可以去看那个 video，它是教你怎样去 install，还有免费的使用这个 app，对，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其实这种 app 它多数是要付费的。然后在我进入正题之前哦，就是要给你们知道 cloning 的话，一定要做 backup。可能你 clone C drive，你就 backup C drive 的东西；有可能你 clone D drive，你就 backup D drive 的东西。就是里面一些重要的一些文件呐。如果是 software 的话，就可以leave it out，因为 software 都可以再 download 过嘛。所以我一讲到 C drive，你们可能很多都会直接去看 C drive 吧。其实真正重要的东西，也不是讲 C drive 里面没有重要的东西，你们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啦。其实这些什么 document 啊、picture、music、video，他们都是在那个 C drive 里面的。像 document 里面就存一些可能你打 game 的 save file 啊那种东西哦，这种东西最好是 backup 起来啊，save 去你的 pen drive 跟你的 hard disk，然后还有一些珍贵回忆啊，video、music 跟 picture 也是一样 save 进去你们的那个 external hard drive 那些还是什么东西，一定要 save 起来就对了。其实就是 cloning 你也不用这样怕啦，它出错几率不是100%，也没有这样容易出错，只是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安心，就是不要就是以防万一咯。所以现在我就给你们看，其实这两款呢都各有千秋啊，我都喜欢啊。Acronis True Image 我先给你们讲，其实它们都是一样的，就是按 clone 就对了。Acronis Image 我会很快的给你们带过咯。Acronis Image 好就是好在哦，它可以给你选发，因为有一个东西你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比如讲你原本的那个Windows Drive，它是1TB 的1000G 哦。然后你要把这个1000G 移去你新买的 SSD，因为 SSD 很贵，你也很难有这个可能会买到1TB 的，可能你的 SSD 是512。假如讲你这个1TB 的这个 hard disk 你用到超过500G，超过那个你新 hard disk 的那个容量的话，它是 clone 不到的。所以 Acronis 它好的地方呢，你可以选你要 exclude 的 file，就是你不要 copy 什么 file，可能你进了一些 game 在 C drive。然后你不要那些 game 一起拉进去你那个新的 SSD，因为它们容量太大，可能不够容量还是什么，你就可以在这边选哦，然后就按 proceed 这样子的东西哦。它这边就是那种可以扩展式，给你知道诶什么发你要什么发你不要这样的东西。OK， 不过我本身这是我 clone 我是用那个 ECUS Partition Master 啦，所以你按进来就是来这个 clone 这边先，不要管这个 migrate OS， 就是 clone。其实很简单，它第一个出来，它就是问你，诶，你要从哪里 clone 去哪里，选择你原本的那个drive 哦。我现在是要 clone Windows 嘛，所以我就是按这个咯，然后就按 next 过后去 copy 去你新的那个 SSD 或者是你新的 drive，
然后如果你那个 drive 里面有东西的话哦，他就会问你，OK，如果要 copy 来这个 drive，我们会把里面东西 wipe 到完，你 OK 吗？你就按 OK，然后 OK，然后就会跳来这边了。OK，然后你们现在要知道的东西就是哦，你这边你一按 Apply 是不是，它就会 enter 一个 reboot sequence，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画面。OK，所以他在 clone 入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看这样子的东西咯，他就给你知道他在 clone 哪一个 partition 啊，然后 clone 到几巴仙 overall 还有几巴仙没有 clone 好啊，这样子的东西咯。然后在 clone 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尝试哦，就是把你的 C drive 的 letter 换去新的一个 letter，然后我把你要 copy 去的那个新的 drive 命为你的 C drive 这样子。After finishing cloning 哦，你的 Windows 它会自动 start up 啊。start up 过后呢，如果你 clone 的是 C drive 的话哦，我们现在就要马上来 confirm 一个东西，就是去 this PC，然后去看一下它有没有在用这你新的 drive 来 boot up 这个 Windows。OK，我新的 drive 是这个吗？476的，就是512GB 啦，然后我旧的是这个222的。结果这个 Windows icon 它在这边，就代表它还在用着你旧的那个 drive 来 boot up。所以我刚才有提到，就是它其实它会尝试把你新的 drive 的那个 drive letter 换成 C，这样子你旧的 drive 它就会换去其他的 letter。它这样子在用这旧的 drive boot 的意思就是不成功哦。不过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们也是调了回来的，因为它这个跟 BIOS level 的那个 system 有关，因为 BIOS level set 你的旧 drive 成第一个 boot 的那个 option 嘛，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调，我们就 restart 咯。So restart 的时候哦，只要它荧幕它一按下来，是不是你就要马上把你的手指放在 F2跟 Delete？你可以不用两个同时按，可是你就要一直按哦，一直 spam 就对了。我们就是要 spam 进来这一个 BIOS level 的那个页面，每个都不一样啦。我的是 Gigabyte 的，外面还有 ASUS 啊、MSI 啊、ASRock 啊这样子东西。不过它的选项多数都是一样咯。所以现在我们一进到这个 BIOS level 啊，过后我们就要来这个 BIOS 这边，那我们就要看。Boot Option Priorities，可以看到哦，它是在用着我旧的那个SSD 啊，就是 SanDisk 的，所以现在我要把它换成新的，就是这个 XPG Spectre S40G。然后我们换的时候，我要很小心，我们一定要看到我 Window Boot Manager 这个字眼，我们才可以选。假如你是选这样子罢了哦，因为你看啊，这两个都是一样，XPG Spectre S40G 嘛，都一样，把我们一定要选这个 Window Boot Manager。这样子哦，它才 boot 得到你的 Windows。你一定要就是把你新的 drive set 成 boot option 1，然后旧的 drive disable 掉，或者是 set 成 boot option 2，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过后就按 save and exit。如果 boot priority 真是 set 错，set 到前面没有那个 window boot manager 的话哦，它就会 boot 不出来，然后它会给你看一个这样子的画面。这个时候就 restart 进 BIOS 重新调过。OK，after BIOS setting 好，你进回 Windows 过后呢，我们第一个要看的东西呢，就是来 this PC 这边看。我们这边哦要看哦，不是这些 drive 的 letter，我们要认得他们的那个容量。因为我知道我旧的 drive 是222的嘛，然后新的是这个476，就是512GB 的。然后哦，这个 Windows 的 icon 它就在这个就是 512GB 的这个 drive 这边，我就知道 OK，它已经在用着我新的 drive 来做 boot up 了。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哦，我们要知道的东西就是，不管你有几个 drive，只要你每个 drive 里面有 Windows 发，它都是可以 boot up 的。假如是讲我现在选回我这个旧的这个 drive 哦来做 boot up 的话，是不是？我进回去 Windows 过后哦，我来 this PC 看哦，我这个旧的 drive 它就会变成 drive C 了。所以不管怎样哦，只要你用这个 drive 来 boot up，你进回 Windows 一看哦，它就是 drive C，就是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怪怪的那个 partition 出来啊，那怪怪的 volume 啊，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来这 search 这边就打 disk，然后 part 这样子，我们要就是这个 create and format hard disk partition， 这个地方是 manage 你所有的 SATA， 你所有的那个hard disk 的地方啊。然后我的这个是 disk 0吗？这个就是我旧的 drive 哦，我现在要顺便 format 掉它，我就给你们看 ，OK。它这个哦，其实啦，在这边它是 format 不到的，它不能就是像下面这个这样子整条一起美美，它一定会是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 Windows Drive，还有另外一个 format 的方式。不过我讲完我现在讲的东西先啦，就刚才那个怪怪的 letterhead，它就会在这种地方哦，你就按 right click 了，过 change driver letter，然后你就直接按 remove 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子。OK，所以我们现在讲回来去 format hard disk。
format 的话，因为它是一个 window drive，所以在刚才那个 window 就是 this partition management 那边它是 format 不到的。我们现在就要进 command prompt，command prompt 这样子 right click， 然后一定要 run as administrator。过后你进来过后是不是你第一个你要打的东西是吗？是 disk， 然后 part 没有 space。OK， 你就进入 this part 了吗？过后你就要打 list this list space disk， 然后就会出来它出来过后你就要知道你要 format 的是哪一个 disk。现在我旧的 window 它是在那个SanDisk 里面嘛，然后它是200多 GB， 所以我很清楚它是这个 disk 0你就打 select disk 0 select， 然后 space， 然后 disk space 0。OK， 就是这样子，他就会跟你讲 this link is now the selected disk。然后我们要 double check 的话就打 list this 多一次 list space disk enter， 过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星星，就给你知道你已经选择着那个 disk 了，过后你就按 clean clean。然后如果它是在用着你旧的那个 SSD 或者是 hard drive， 是用着那个 Windows file 来 boot 你的 Windows 的话你按 clear 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 error message 跟你讲，你的 Windows 在用着这个 hard disk 来 boot up 电脑，你不可以删除它，就是这样子。然后东西就搞定了So after 你 format 好那个 drive 过后，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 this PC 一样去看一下，你的 drive 已经不见掉所以现在这个 drive 到底去哪里了因为它已经被恢复原厂设置了，所以它不会出现在这边。像刚才我有提过的，就是我们要去 activate drive 我们都要去一个地方，就是 this part，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你按了它就会跳一个东西出来，这个东西我们就选 GPT 就好 ，GPT。因为 MBR 它是 for 那种比较旧款的 Windows 用的 ，GPT 是现在新的 Windows 都在用着那个 format 然后就 OK， 然后就是这样子，你按 OK 过后，它就已经 set up 了，然后它这边整个黑色的嘛，unallocated， 就是你还没有把它安排成它要做什么这样子，你就按 right click new simple volume next， 过 assign the following letter drive letter D， 然后按 next， 过 volume label 你可以放你自己要的名字我是放 local disk OK， 然后就按 next， 就是这样子，然后按 finish。OK，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在这边那个 D 还没有出来，因为可能它在 format 还是什么，要等一点时间。OK， 如果它一 format 好，是不是它就会跳一个新的 window 出来给你知道，它已经出来了。But 如果它这边它一直没有出来，然后你等了很久一段时间，你来这边看它也没有写它在 format 的话，你就要自己 assign 多一次，就是来这边按 right click， 然后按这个 change right left and path， 然后按 add， 然后按 D 这样子，然后 OK 就可以了。就这样子cloning 就大功告成。你也在用着你新的那个 drive 来 boot up Windows， 然后也把旧的 drive 也 format 掉了，就是这样简单。所以我今天的 video 呢就到此为止。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拍这种教学影片，如果我有什么地方讲得不清楚，还是讲得不好话，我希望你们可以在 comment area 就是跟我讲，这样我才可以 improve 嘛。然后如果你们有遇到 cloning 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在那个 comment section 那边留言，我会尽量帮你们解答你们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一个 expert。所以我真的希望我这个 video 可以帮到你们就如果真的有帮到你们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like， 然后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我过后接下来我还会做更多就是介绍产品不然就是电脑教学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可能也会做一点 gaming 的东西，只是暂时想不到罢了。然后今天就这样，谢谢你观看我的 video，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